缝合这个后片呢，我们在这一个长度，这个长度我们给它量12下，这个长度量12下，同样还是两头穿针。我们先找到这个叫后片，我们先找到这个后片的正面，就是比较细腻的这一面。我这里选择比较细腻的这一面。然后我们用这个后片的背面盖住这个拉链贴，是这样的，相当于和前片一样，都是把这个拉链贴包在里面的。这里我们找针孔，针孔大家可以看到最中心的这个位置是一个稍微大一点的针孔，这个拉链贴上呢，稍微中间的位置也有一个稍微大一点的针孔，就是这两个针孔给它对齐就可以了。缝合方法呢，还是和这个前片是一样的，这个是缝合一圈，然后缝合这个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之前我们都是2根，我们2头的线，针线我们都是差不多缝，大概有这么长的一段，我们才用另一根线追上来填补，然后这个位置呢，后面的位置我们需要缝一小段，就用前面的那一根线给它填补上来，这样才会保证它这个皮子这个，比如说底围啊或者拉链贴和这个后片它才会贴合的紧，要不然它的缝合的前面那根线缝合出来到时候就会很松。这里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开头，然后整圈我这里就不缝完了。这里我们从这个我看一下，缝合的时候，我们缝合上方这一个位置是比较好缝的，然后到下面它这里，就那个空隙不大了，我们缝的时候可能不太好对针孔，这时候我们可以把拉链拉开，就是这样掏着，也是同样可以看到里面的。前片正面向上，扣在这个拉链贴对应的这个大针孔上，大针孔对大针孔，拿一根针插进来，另外一根针也插进来，在下面看一下，检查一下这个针孔对的是不是对应的，2根针一起拔出来。用手捏住左面的这一根线，拿右面的这一个针线，我们向左回穿一下，相当于就是穿到这个大针孔的这个孔里面来，上方也要对准这个大针孔。然后这一根针现在从这个大针孔出来了，我们就还继续用这根针向右缝。现在继续向右缝。
好，这里我们大概缝大概10个左右个针孔的时候，我们就用前面的这一根针线给它缝一下，不然这里的这个距离会很大。好，我们缝一段之后，就还继续用前面这一根针向下缝，还是缝10来个针孔，我们就要用后面这一根针给它赶上来。这一圈都要这样做，10来个针孔，后面这根针就要赶上来，这样才能确保我们这个缝的紧。这个位置缝完1圈之后呢，这个位置缝合的方法都是和之前的这个是一模一样的，只是因为它这个需要转一整圈，然后也不是这样裸露着可以掀开着缝了，到时候需要从拉链掏进去手，然后可能感觉缝的时候，稍微有一点费力，有一点难度，但是方法大家都会了，这里我就不完全演示了。这个后片缝合好之后呢，我们需要把这个手提带给它缝上来。手提带我们缝到这个耳朵的后面，手提带也可以自己选择是用纹路大的这一面当做正面，还是纹路小的这一面当做正面。我们把当做正面的这一面冲上，手提带的正面贴到这个耳朵的后面来。这个位置呢，我们大概就是缝在这个耳朵的，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我指的这个位置。稍微偏左一点，然后我们缝线的位置呢，这个手提带是大概是抵在这个拉链贴上面的。我们缝线呢，用白线缝到这个耳朵这一个线圈的位置，我们就是这样用针在这儿穿进来一下，还是同样用2根针同时穿啊。和缝这个的方法是一样的，这里也是没有针孔的，我们需要自己扎针孔，和缝这个的是一样的。在这儿扎下来一个针，然后在这个位置扎下来一个针，然后手提带呢，我们自然用针把它穿透。这个位置我们用2根针，一根针大概重复4下吧，一根针重复4下，这样这个手提带会比较结实一点。曲线的长度呢，我们取这一个长度的1.5倍，在这个位置量1.5下，这2面缝的是一样的，这一面也是同样的缝法。我们需要注意这个手提带的
这个手提袋的一个反正的一个问题。我们现在是选用这个细腻的这一面当做正面的，所以我们这一面缝合的时候也要用细腻的这一面贴着这个耳朵的背面，这样缝出来手提袋提着才是对的。如果不小心这样缝反了，这一面是反面冲上的话，这样这个手提袋就会看起来有一点歪。还有呢，就是这个手提袋的长度，大家自己可以控制。像现在这样放上来，大家感觉有一点长，就可以用剪刀把这稍微剪断，剪一点。然后和大家讲一下装饰。装饰的话，我们是有一根这种粗毛线，还有一根细毛线，还有一个挂圈，2个铃铛。我们材料包里面会有一根胶棒，我们用打火机把那个胶棒烤化，用打火机那个是热熔胶，就用打火机这样点着，然后把那个胶棒它会烧融化。烧融化之后，我们这个毛线呢是在这个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锯齿形状下面这个位置开始粘的，我们就用胶棒烧化之后，我们在这个位置先这样涂一下。涂完之后，我们把这个毛线给它按上去，再向下涂一些，再把毛线按上去，涂一些，按上去。然后这个毛线呢，大家可以看到这样看起来有一点转，它不是很圆。我们就是粘的时候，让它这个比较圆的这一面冲上。胶棒我们一定要烤的融化的，就是胶够多，这个毛线才会粘的结实。这样给它粘过来一圈，这个位置也是同样到白色锯齿下面的这个，然后这个毛线一般会给它长一点，我们按照自己粘过来的多余出来的给它剪掉就可以了。然后铃铛呢，我们是有一个金色的一个小挂环。我们把挂环一般是开口的挂到这个缝线上面，然后把2个小铃铛挂到挂圈上，然后那个挂圈它是比较软的，用手就可以掰，把这个挂圈掰到重合的一个样子。那个细毛线呢是粘到这个位置的，大家看一下我指的这个粉色的位置，这样粘过来，粘一条。同样的方法也是用那个热熔胶棒，但是那个热熔胶棒这次我们不要涂抹太多了，不然会漏到外面胶。我们涂抹胶棒的一个位置还有宽度不要比那一条细毛线宽。细毛线如果说2端有散开的呢，我们可以把它剪掉，一般给的也是稍微长一点。做之前先在这个位置量一下，然后这样整个包包就做好了。